DIY 皮卡房车，空调是房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设备，尤其是炎炎夏日下，在改装厂里手搓房车的我来说更是这样。空气里有种烧焦的味道。也下来了。大家好，年评 Mrs， 记录一下空调安装的过程。这个应该也会持续有几天，因为不同的器件它安装的这个时机不太一样。我先记录一下这个室外机，这个是空调的室外机，风扇这应该是冷凝的那个，然后压缩泵。不好意思，舌头上长一个溃疡，说话有点大舌头。然后这个它外壳我已经拆下来了。具体的安装位置呢，我是想安到这一块儿。之所以在这一块呢，就是首先它是一个相对靠下的一个位置，其实也可以安在顶上。如果安在顶上的话，就影响光伏板的铺设，并且它重心又有进一步提高。因为这个东西呢，说轻不轻，说沉不沉吧，我估计10几公斤可能。所以安在这个位置，然后这块会有门。室内机呢是长什么样呢？是这样，我这反面啊，正面其实就是一个家用空调的一个样子。我是准备安在这块，也是良好的尺寸。所以为什么说前期很多东西的尺寸要和这个气垫一起配合？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精确。这个是空调的室内机，然后管子通过这块走到外面，因为这个是一个书桌。所以管子藏在书桌底下，这样比较美观嘛。因为要安在边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凸出来没什么用，我会切掉，然后采用它背部的一个安装螺丝，给它装在这个面板上。现在把这个耳朵切下来了，电锯一刮，空气里有种烧焦的味道。空调的外机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已经固定了2个了，然后我再描一下其他的点位。这样的话呢，它整超出来的厚度绝对是在那个车的最后沿之前，这也是符合交规的。所以其实到现在呢，我所有的改装其实都不能叫改装，我只是皮卡上面涂了一个货物，而且这个货物也是完全符合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条例的规则，这个不算是改装，但是这个过程一定要小心，开车的时候不能人在里面。然后这边有框架，所以这块我也再垫2个框架的片儿，这样整个这个高度凸起来的高度是平的，然后再分别垫这种消音的垫片，这种比较厚。这样空调室外机无论是在行驶的过程中，还是压缩机在这个震动的过程中，车厢内声音会小一些，基本上不会有太多吧，因为它本来也是一个变频的空调。这空调室外机安装完了，很结实，比想象中的还要稳定。然后这边都是有那种厚的垫片垫着。最近就在家陪孩子嘛，好几天没有过来了。刚才也把之前缺的一些备件的快递也都收到了，那现在很多工作可以开始做了。所以我今天呢会把几个工作都同步往前推一下。这空调呢室外机我已经装上了，高压管、低压管，然后和室内机的通电的设备，这个我之前测试过，反正至少是这个室内机它是能打开的对吧？这个其实你看断电的时候还是打开的一个状态。然后做完动呢，其实就可以说是连接空调的电路，包括呢空调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点，就是它是需要向里面去加注一些冷却剂和冷却油的，所以有了冷媒之后，它需要用抽真空的设备把这个空调这个压缩机里面抽成真空的状态，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加注
冷媒和冷却油。这个的话我也是咨询了这边的这个改装厂，也是有相关的设备，所以这块可以帮一个忙，省得去外面再找这个专业修空调的了。然后也拍一下，这是空调的室外机的外壳。最开始呢我是直接想买成黑色，但是这个它没有黑色，所以我也是自己刷漆，对吧？刷成了黑色，现在也干了。这样的话扣起来就会颜色啊，这个就会比较协调了。所以第一步呢，我是准备开始钻洞，这一块包括里面我也都会钻上。空调的话，我刚才是测试了一下正负极接上之后，至少里面外面是运转的，所以这样的话，我先把这个绑上，伸进去，然后这样走线，否则的话，我怕这块空间太小了，等穿进去再走，再把这个缠上可能比较麻烦。因为车体外面是黑色的嘛，所以这个我也特地选用的黑色的，还是比较统一这样颜色。风好大呀！但现在里面还没有加那个符呢，先关了吧。至少现在电路是 OK 的，如果 OK 的话，可以叫一下师傅去加压。现在测一下压力，看漏不漏。这买的冷媒，它是相当于隔一段时间看这压力不下，然后就是相当于这个里面不漏是吧？测试了一下不漏。这个是加冷油。算是对这个压缩机润滑是吗？对。师傅正在加冷媒，还剩一点符，要把这个空调启动了，才能加进去。所以正好也测试一下。高压也下来了，低压也。现在出来的是可能是有点热风，里面是凉的。这是热风就电热风呀。热的，这块热的，这不就对了吗？是凉风，高压稍微有点低，所以再加一些。但实际上里面已经挺凉了，冷冰冰的感觉。来看一下电路，现在这个空调也算是搞定了吧。因为刚才开的时候里面确实还挺凉的，然后一开始呢是高压还是有点低，因为正常应该是150左右，第一次测130，后来师傅又给加了一些，所以里面冷媒也相对比较充裕，正常来说应该是600克就好，600克正负30吧，最后打的应该是有个得650左右吧。冷媒打的是挺多的，所以这个空调现在是已经安装完成了我就可以把空调的这个外罩再装上。测试了一下完全没问题。我买的这个空调它是变频的，而且我也比较推荐变频，这样的话它根据不同的环境温度自动调节压缩机转速，这个也是比较省电的一个方式，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吧。你看现在，因为我里面我调的就22度，今天北京就本来就不算热，所以它可能现在室内温度已经达到22度了。那它外面的风扇其实就你看现在就没有转，里面是在轻微的运作，所以这时候看这个空调现在的功率也就才90多瓦所以现在这状态连续运行几十多个小时。没问题，当然现在这个情况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环境正常在夏天可以说是最大的里面消耗的电器了，在房车里面。所以现在测试好了，空调也先关掉。到现在来说，空调应该也算过一段落，开始下一个设备的安装。